這個雙11對於我們這些準系統愛好者來說，最大的傷害就是一根單條的24G DDR5 5600兆赫茲的筆記本內存條，竟然從6180不到300元，悍然漲價到740元，簡直是太不要臉了。所以那些能把內存給焊在主板上，一體呈現給大家的小主機，吸引了我們的關注。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給大家介紹裝置了 AMD Ryzen 7 Pro 6850H CPU 以及板載 24G LPDDR5 6400兆赫茲內存的高性能迷你電腦天貝 Mako。直接來看 Pro 6850H 和 6800H 的对比，看完每一项，我們發現沒有任何不一樣，至少紙面上是這樣的。從天貝這個品牌，我們觀察到，去年9月，他家曾經推出一款 6900HX 的 GEM12 Max， 自那以後1年多，天貝沒有任何一台終端新品上市，直到今年 Mako 這個新型號、新造型出現後，終端型號才姍姍來遲。一體成型的全鋁合金外殼，好用的指紋識別加電源開關，完美的超級大滿貫接口，支持 Oaklink 外接獨顯。那麼看起來 Mako 這個系列要全面接班 GEM12 系列了。說句實話， GEM12 造型我也曾經喜歡過， Mako 新造型我也覺得很好看，它可能是最像 M4 Mac mini 的 Windows 迷你主機。那麼大家更喜歡哪一款天貝小主機的外形呢？天貝 Mako 裝置 AMD Ryzen 7 Pro 6850H 8核16線程標壓移動 CPU， 內置 Radeon 680M 核顯，板載 24G LPDDR5 內存6400兆赫茲，3個 PCIe 4.0 NVMe 接口，視頻顯示輸出，雙 2.5G 網卡加 WiFi 6，側方 Oaklink 接口。打開來看一下，主機和配件都在這兒了，2條 NVMe 散熱膠墊和散熱馬甲。說明書，這單槽小電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拿起小主機，全鋁合金外殼，頂蓋中間是天貝英文 logo。左下角是指紋識別電源一體開關鍵，可以使用左手指紋。機身接口，前面板、耳麥口，雙 USB 3.2 進 2A 口，能夠 PD 和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的 USB 4.0 接口。後面板19伏電源接口，能夠 PD 和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的 USB 4接口，雙 2.5G 網絡接口， HDMI 2.1 接口， DP 1.4 接口，雙 USB 2.0 接口，側邊 Oaklink 接口用一個橡膠防震拆保護，後部和底部都有通風口。卸下4顆底部螺絲後，很容易取下底蓋。我們來看看內部都有哪些接口。右邊底蓋上沒有風扇，3組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內存是板載的 24G LPDDR5 6400兆赫茲。這裡是英特爾 AX200 WiFi 6無線網卡，我們拿到的是準系統，給它裝上 1T 容量的 NVMe SSD， 現在連 SSD 也漲價了，這自己買配件的行情可就太差了。進入 BIOS， 首頁顯示 24G DDR5 6400兆赫茲板載內存，這裡可以設置來電自啟，這裡可以設置性能釋放。有安靜模式45瓦，平衡模式54瓦，性能模式65瓦。我們設置性能模式65瓦來進行本次的測試。這裡可以設置最高整機功耗限制。如果我們接顯示器 PD 和 DP 一線通，就需要在這裡設置一下。這裡可以設置核顯專用顯存大小，最大16G。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打開 i.6 跑 FPU 單烤的壓力測試，CPU 功耗一開始幾乎一條直線跑在65瓦，此時整機功耗跑在80瓦左右 ，CPU 頻率運行在 4.0GHz， 在單烤的1小時19分鐘內 ，CPU 功耗一直保持在65瓦，室溫20度的情況下
CPU 溫度最高上升到79度 ，SSD 溫度最高上升到33度，這散熱可以啊。我們首先使用天貝 Mark 主機的 Ryzen 7 Pro 6850H 來轉碼，看看實際效能如何。最後結果是13分49秒，共計829秒。829秒的成績低於 6900HX， 高於其他 6800H。CPU Z 多線程 6049.1， 單線程 648.9， 多線程成績低於 6900HX， 高於 6800H 和其他的馬甲 7735HS。Geekbench 5多核9190，单核1524，多核成績就是和 6800H 差不多。Geekbench 6多核9631，单核2036，多核成績還是和 6800H 差不多。Cinebench 223多核13523，单核1533，多核成績僅僅低於 6900HX， 超過了 6800H 和 7735HS。Cinebench 2024多核713，单核87，多核成績接近 6900HX。Passmark 多線程25207，單線程3455，多線程成績和友商的 6850H 一樣，接近 6900HX， 超過了 6800H 和 7735HS。綜合來看，目前這台天貝 Pro 6850H CPU 多線程性能在 680M 核顯中靠前，比 6800H 和 7735HS 強一點，稍低於 6900HX。接着跑娛樂大師，總分1161204， CPU 得分629107。我們還給這台 Pro 6850H 運行了 OpenW 測試 ，AES 72593， XX20 4217178， CoreMark 389,752，在 CoreMark 成績上僅僅低於 6900HX， 高於其他 6800H、7735HS。接着玩遊戲，地平線5 1080P 高畫質，不開抗锯齒，普通場景80帧左右，複雜場景60多帧。地平線4 1080P 高畫質，開了2倍抗锯齒，全程80帧左右。英雄聯盟 1080P 中畫質，最後大團戰平均9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畫質，跑起來戰鬥起來50多幀。黑神話悟空使用遊戲中的性能測試工具 1080P 自定義畫質。FSR3 超彩開到50，開啟真生成，最後結果是平均58幀每秒。實戰一下。你莫非就是大王說的那個天命人？
這就是 Radeon 680M 核顯帶給我們的遊戲體驗。先來看一下游戲時的溫度情況。CPU 最高82度 ，SSD 最高35度，這散熱是不錯的。看一下 3D Mark 图形得分 ，TimeSpy 2519，FileStreak 7907，SteelMan Knight 18.56 FPS， 穩定度 99.4% 通過。我們把 3D Mark 的數據做成圖表 ，Pro 6850H 的各項成績低於 6900HX， 高於其他 6800H 和 7735HS。显示接口輸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Hz 8位 RGB 顯示信號輸出 ，USB 4和 DB 接口輸出 DP 信號，最高支持 4K 144Hz 10比特 RGB 顯示信號輸出。我們這台顯示器支持 DB 接口超頻到 160Hz， 超頻後 USB 4和 DB 接口能夠支持 4K 160Hz 的10位 RGB 顯示信號輸出。連接索尼 OLED 電視 HDMI 接口能夠輸出 4K 120Hz 10位 YSBCR 444非壓縮信號。AMD Radeon 680M 核顯視頻解碼，最高能硬解本地 4K 60幀 H.265 視頻。YouTuber 4K 60幀 VP9 和 AV1 視頻照樣流暢播放。我自己安裝的 NVMe 硬盤測試5100兆比每秒。普通的 PCIe 4.0x4 的存儲讀寫能力 ，USB 4接口外接雷電硬盤和3100兆比每秒，這是不錯的 USB 4外接存儲的性能。WiFi 測試，英特爾 AX200 WiFi 6無線網卡跑上了76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無線網絡環境中不錯的水平。英特爾 i26-V 2.5G 網卡，我們也使用了 iPerf 3，測試了內網性能，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都接近 2.35G， 跑滿了帶寬。這塊 2.5G 網卡沒有兼容性問題。天貝 Mako 裝置了8核16線程 Pro 6850H CPU， 65瓦的性能釋放。我們直接列表給大家看，整機最高功耗92瓦，待機最高功耗 9.3 瓦。按上面這些結果，120瓦的單槽小電源輕鬆搞定。室溫20度的時候 ，CPU 待機溫度32度。SSD 待機溫度31度。這台小主機65瓦性能釋放，單烤 FPU 滿載的時候，機身噪音是51分貝左右，示揮在耳邊是接近41分貝。設置整機功耗80瓦限制後，可以和我的 PD 輸出90瓦的 LG 顯示器一線通。天貝 Mako 迷你電腦裝置了8核16線程的 Pro 6850H CPU， 65瓦的性能釋放。CPU 多核性能在所有 680M 核顯小主機中，它超過了 6800H 和 7735HS， 低於 6900HX。這台小主機的接口最完美的旗艦大滿貫的水平，增加到了3個的 NVMe， 雙 2.5G 和4個高刷顯示接口，還有板載的可以外接獨立顯卡的 Oclink 接口。左手指紋識別，底部的散熱出口在各接口的上方，前後置 USB 4接口都可以 PD 和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小主機板載 24G LPDDR5 6400兆赫茲內存，準系統售價才1999元，按現在這個世道，扣除內存的價格是1250元，這價格也可以算良心了。不過，雖然小主機本身可以說沒啥缺點，但 AMD 還在讓終端小主機用一款3年前的主流移動 CPU， 是不是進步太慢了？總結一下，65瓦性能釋放下，它是一台性能不錯的 AMD Ryzen 7核顯小主機，散熱優秀，靜音也優秀，有優秀的超級大滿貫接口，雙 USB 4都能接入 PD 電源，並輸出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接口和硬件功能性達到了迷你主機頂級的水平。這是一台設計、做工、散熱、靜音、接口和性能都優秀的小主機。目前帶 24G 6400兆赫茲內存的價格才1999元。當然，在今年和明年內存會一直漲價的情況下，它算是性價比終端級別小主機很好的選擇。我們對這台天貝 Mako 小主機給出了強烈推薦的評價。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了，我是老白。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